你不是御兽宗的人，你是谁？难道你是从灵界其他地方来的？小爷我不是什么灵界之人，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，我叫叶无道。不知道你们对叶家还有没有印象？4大家族之一的叶家。但是我看你年纪最多也就20左右，18年前那个时候你才2、3岁。如果你是叶家嫡系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漏掉你。20岁的半步宗师之上，你已经有在武道界青史留名的机会了。身为旁系，何必为了主家报仇来这里冒险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旁系？当年傅迎龙屠杀了4大家族，嫡系旁系都没有放过。我今天其实也不是来为4大家族报仇的，我是来给我母亲报仇的。你们错就错在除尘除的不彻底，而正是因为你们的追杀，让我和我母亲分散了13年，我母亲还差点摔死，所以这笔账我必须要和你们算。你母亲是谁？我母亲是谁就没有必要和你们说了。今天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光你们傅家所有人。你莫不是真以为半步宗师之上就能天下无敌了？我承认你武道天赋不错，可能自身机缘也不错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但是，你的目光也太狭隘了，你让我想到了一种动物——井底之蛙。我是不是井底之蛙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和他废话那么多干嘛？直接弄死他，然后调查清楚他的底细，把他祖宗18代都查清楚。我要灭了他的9族。他不是半步宗师之上，他是凝液境。原来你们知道凝液境啊？那刚才你们一直说宗师之上是在装堂，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凝液境这个境界？一起上！一寸长一寸强，你一把大刀也想杀我的回马枪？到底你拿的是枪，还是我拿的是枪？哼，想跑？你问过我手中的枪了吗？反应倒是不错，可惜你对武技的理解太差了，而且你的运气似乎也不太好。猜错了，游龙部和迷踪部的配合你都看不出来，你还修炼什么武道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到你到我身后去了。现在就只剩下傅月龙了，你还不喊他出来吗？我这就去喊。哦，小子，你胆子很大，竟然敢杀我傅家这么多人！这是变成龙人了。叶家之人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晋升到了凝液境，你的天赋和机缘都不错。当年没把你弄死，是我的失误。傅应龙，你现在到底是人还是妖？妖！你别拿我和那种低等生物做对比，我是尊贵的神龙，我身上流淌着神龙的血脉。如今我的神龙血脉已经觉醒，我将带领傅家霸绝寰宇。老子受死龙爪手！好快，来得好！你不是凝液境入门，你是凝液境大成，还是凝液境巅峰？你身上有晋升凝液境的功法，把你的功法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想要我的功法，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虽然我的境界只是凝液境入门，但是我用龙气淬炼了18年肉身，我的肉身强度早就已经达到武道金丹境了。就算你是凝液境巅峰，你也不可能打得过我。不过你手上这枪倒是不错，竟然可以在我的龙鳞上留下印记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既然你不想活，那就等我弄死你之后，再把你的东西收入囊中。那就看看是你这身乌龟壳更硬，还是我的透劲更强。小子，你这透劲发力方式有点不一样啊。不一样的地方还在后面呢。肉身强悍又如何？你的基础境界就是凝液境初期，而且还是靠着龙气硬生生顶上去的。除了肉身优势，你没有任何优势。只要我的先天真液够多，死的一定是你。哈哈，小子，和我比谁的能量更多？你是不是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了？小子，你叫叶无道是吧？
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救叶家人的吧？你现在只要再后退半步，我就把叶家人全部杀光。而且我出去之后查到你的信息，我会杀光和你有关系的所有人。你想让你身边的人因你而死吗？你把4大家族的人全部杀伤都可以。我说了，我今天来是来为我母亲报仇的。至于4大家族那些人的死活与我何干？至于你说出去之后杀我身边的人，你也要出得去才行。我只要在暗道口堵住你，让你不能用龙气恢复肉身就可以了。到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出得去。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开始杀。他是真不在乎，还是在和我玩心理战？傅应龙不敢杀那么多人，4大家族的人杀一个少一个，他不会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。蜕皮，这是杀死傅云龙最好的时机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给我来！不好，给我死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化龙归来之日，就是你的死期！来之前盘算傅应龙最多凝液境初期，结果肉身强到这种地步，要不是他刚好蜕皮，输的就是我。另外2个绝世高手又是什么境界？万法宗暂时不能去了，得先突破到凝液境巅峰。妈的，真是畜生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不是来杀你们的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你们知道叶真花在哪里吗？傅云龙把每个家族的人都分开锁在了不同的箱子里面，我们也不知道叶家的人被锁在哪里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带你们出去，外面可能有傅家的人支援过来了。你们这种状态，如果遇到了傅家的人，会很危险。李怀，进来！你们谁是叶真华？我不是真华，真华3年前没熬过去死了。我是叶真华的父亲叶道明。爷爷，我是叶真华的儿子，我叫叶无道。好。啊！孩儿不孝，来晚了。小怀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根据您的说法，只有4大家族的人才能从龙脉中提取龙气。那为什么我刚才和傅应龙搏杀的时候，傅应龙能直接提取外面那片金色湖泊里面的龙气？而且，傅应龙被我杀了之后，他还化成一条金色小龙，钻进了那片金色湖泊中。傅应龙的身体表面，是不是长出了金色鳞片？是。而且刚才如果不是他的那些金色鳞片脱落，我还打不过他。完了，他已经融合出一丝神龙血脉了。金色鳞片每脱落一次，神龙血脉就增强1分。现在你杀了他，他用神龙血脉保住了自身灵魂，进入了龙脉池里面。一旦他吸收到足够多的龙气，就有可能彻底转化成神龙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找不到他化身的那条龙，难道就让他这么在龙脉池里面吸收龙气？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大阵破了，让龙脉之力不在这里汇集？这个阵法是当年一个国师布置的，利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聚星术，光靠外力很难破除。现在想要阻止傅应龙，就只能和他抢夺龙脉之力。如果你能和傅应龙抢这些龙脉之力，或许还有机会。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修炼功法试一试。万一成功了，能凝聚出一份完整的神龙血脉，你的肉身会强得可怕。吸收龙气的功法，不会和修炼功法起冲突吗？那我试试。功法名为御龙诀，龙气入胆，无胆成龙，吞其嗣，灭其魂，气血归我身。御龙诀你行不行？自动修炼都不会，
看看你的前辈，好吗？修炼速度有点慢啊，御龙诀表现不错，继续加油。他是在吸收龙气吗？怎么会这么快？难道四家子又要出现一个完整神龙血脉了？他能杀死附条龙，证明他天赋异境，吸收龙气的速度快一点也很正常。正常？他1秒钟吸收的龙气比我1天吸收的还要多，这叫正常？看吧，如果他能持续这个速度吸收龙气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凝练出一份完整的神龙血脉了。四大家族复兴有望。这就是龙皇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叶家出真龙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我体内的神龙血脉很纯正吧。你拿着我的黄金除魔卫勋章，去京城除魔卫总部调一队除魔卫守卫军过来，让他们守在龙脉入口。然后你出去用我的手机给吴一海电话，让他带物资过来，在这里搭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。傅银龙还没有死，我要把龙脉池里面的龙气吸光，把他逼出来，暂时不能离开。你们留在我身边，要安全一些。帮主，黄金除魔卫在京城、魔都这几个城市不管用，这些城市的除魔卫都是受除魔卫总部管辖的，只有除魔卫总部可以调动。这样吗？那你让吴一海带物资过来就行了，直接在这个山洞里面搭建临时住所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找到你父亲了吗？3年前就死了，没撑住。不过，找到了我爷爷。如果我母亲问起来，你就实话实说吧。我暂时不能出去，他要是情绪激动，你帮忙安抚一下。唉，这都是命。外面有人想见你，吴家给进宫运输物资的事情被人看到了，有人想通过吴家接触你。你马上再弄一批新物资过来，然后吴家所有人，包括我母亲，全部转移到龙脉之地来。帮主，傅家正在被仇家围剿，暂时不可能来找麻烦。但进宫外围有人在盯梢，似乎对龙脉之地有想法。你的信息估计已经被查得差不多了，有人想通过吴家来试探你。李怀，散布消息出去，就说我是宗师之上，我倒要看看，有谁不怕死，想要来挑战一下我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再隐藏下去，只会给海城的3位师傅带来麻烦，把所有火力全部吸引到龙脉之地来。海城那边才不敢有人轻举妄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帮主，外面来了很多人。怎么了？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们让你出去，交出晋升宗师之上的功法。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来，只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。来了多少人？海城那边是什么情况？没有人过去吧？不知道，很多。整个进宫上空全部都是宗师境强者，带头的是6位除魔卫的创始人。海城那边倒没有人过去，这些宗师境强者也忌惮您真的是凝液境，害怕您大开杀业。我看他们的意思只是想让您交出凝液境功法，不想和您起冲突。哦，还算是没有被利益冲昏了头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出去见见吧。来了，来了，出来了！他就是叶无道，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？除魔会的资料显示，他现在也才18岁而已，还差7天才满16岁。19岁的宗师之上，他的名字恐怕要被记在蓝星武道史上了。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宗师之上？也许是自吹自擂呢。别吵了，先听听除魔卫的6位创始人怎么说吧。除魔卫6位创始人齐齐驾临，不知所谓何事。老夫苍烈雄是除魔卫的创始人之一，同样我也是黄金除魔卫，按理来说我们也算是同僚。今天来此是想和你谈谈关于宗师之上这件事。那条消息是你自己传出来的吧？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2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
我想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。你真的是宗师之上吗？同僚就算了，黄金除魔卫这个身份只是方便我前期行事而已。至于你说的宗师之上，这个消息是我放出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某些人。这龙脉之地是我从傅家手上抢过来的，某些人如果想要这龙脉之地，大可以来试试，光明正大的从我手上抢过去，我无话可说。但要是在后面耍一些什么阴谋诡计，我杀他全家9族。至于我是不是宗师之上，这个问题你不用纠结，因为被我弄死的傅庆龙就已经是宗师之上了，而且我能杀了傅家这么多宗师境强者，你认为我不是宗师之上，我是什么？你有凝液境的功法，如果你有晋升凝液境的功法，我希望你能分享出来，造福蓝星武道。如果这条路能走通，武道界会为此振奋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也将会在武道界青史留名。原来你们都知道凝意境啊，青史留名，听着倒是挺舒服的。但是说到底，你们不就是想白嫖吗？怎么，想从我手上拿走功法，你们不用付出些什么吗？你的功法应该也是偶然获得的，那是本就属于蓝星武道界的东西，现在只是让你分享出来。我们需要付出什么？我们这些年付出的还不多吗？建立武道学院，公开所有武道功法，供所有人学习。每个家族、每个门派都在为蓝星武道界的进步付出自己的努力。不，我的功法不是我在哪里偶然获得的，而是我自己自创出来的。你们要是想学我的功法，肯定要付出啊！你们应该查过我的过往吧？我就是个孤儿院的孤儿，刚满18岁就被陷害入狱了。我去哪里偶然获得一凝液境的功法？你想要什么？你们看看，还是有人愿意付出的。至于付出什么，那就要看你们的诚意了。说实话，我修炼不需要太多的资源，我的武道天赋摆在这里，资源对我没用。更何况我现在有龙脉之力，就更加不需要修炼资源了。至于金钱，你们觉得我一个凝液境会缺金钱吗？所以你们既然想要学我的功法，叫我一声师傅，不过分吧？就这么简单，师傅！你们6个不想学？师傅，好，既然你们都叫我师傅了，那我今天就把我这自创的功法告诉你们。我这功法名为万融诀，是我融合了好几本功法之后创造出来的新功法。所以，想要修炼万融诀，就必须先修炼混元诀，要不然会因为功法相冲的原因，导致真气相冲，爆体而亡。你他妈耍我们呢！你就是这么和你师傅说话的？我奉劝你，说话的时候过一下脑子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你要是把我惹毛了，我杀你全家。至于我是不是宗师之上，你们自己可以分辨。功法我也会说给你们所有人听。你们都是宗师境，对功法也有自己的分辨能力。我到底有没有骗你们，你们可以自行判断。哼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融合的这功法，不仅可以修炼到凝液境，还可以修炼到武道金丹境。你们之中应该有人知道武道金丹境吧？武道金丹境，传说中的陆地神仙境。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，武道金丹境寿命超过1000年。说不定他是骗我们的呢，故意这么说的。你们是不是忘了灵界？如果他能晋升到武道金丹境，是不是可以通过裂缝世界带我们进入灵界？灵界？你忘了100多年前的那道条约了？御兽宗不入侵蓝星就算不错了，你还想从裂缝世界反打御兽宗？现在我把功法说给你们听，我只说一遍，能听得明白就听，听不明白就不要听。无极无相，混沌出章，不生不灭，无界无界。这功法听起来似乎没毛病，只不过我怎么从这功法里面听到了很多功法的影子？无极功、纳海诀、北冥神功、形意功、长寿功。目前为止，我听到了这5种功法，不止，还有太虚经、归元真解、万象归元功、一气化玄功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大概有10多种功法，但是这些功法都是精简版的，删除了很多东西。整个功法的主旨就是一个融合。应该不是瞎编的，这些功法融合之后，
我确实感受到了通往凝液境的路。只不过武道金丹我没太听出来。师傅，既然您说您的功法是通过混元诀融合而来的，那么混元诀是怎么修炼的？我怎么知道您这功法是不是您随口瞎编的？混元诀到底要怎么修炼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能修炼，反正我修炼混元诀没有任何阻碍。至于功法是不是我随口瞎编的，你们其实心中应该已经有答案了。既然你们还是对我的功法有质疑，那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是混元诀。看懂了吗？白费功夫，还成了别人的徒弟。回去研究研究混元诀吧，我都研究几十年了，也没研究出什么名堂。都知道混元诀可以融合功法，但是没人能修炼成功啊！唉，没想到真有人把混元诀修炼成功了。这新融合的功法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不适合我啊，还是得找新功法呀。也不知道那个地宫里面有没有我想要的功夫。6位创始人，我有一些疑惑，不知道诸位能解答一下吗？老苍，你在这里和他聊聊吧，我们先回去镇守裂缝了。有什么想问的，你问吧。所以你早就想到过会有人来找你，也早就想到过应对之法了。我其实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想问灵界和御兽宗，是吧？不仅是这2件事，还有其他的事。第一个问题，蓝星武道功法失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听我大师父跟我说过3种传言，但是不确定是哪一种。你是除魔卫的创始人，对这方面应该了解的比较多吧？功法失传其实和我们蓝星没有什么关系，外面流传的好几种说法都是错误的。真正的原因是上面不允许我们的功法修炼到那种层次。上面？你说的上面是灵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灵界的人太多了，资源已经不够用了。你想想，一个武道金丹制的强者，动辄就是上千岁，他飞升到灵界之后是要用灵界资源的。灵界虽然很大，但是连接的也不止我们蓝星，还连接着其他位面。所以3000多年前，灵界就封闭了我们下界武者往上晋升的路，同时灵界还派人来下界销毁了所有门派的传承功法，这才是蓝星武道功法传承丢失的原因。所以本质就是僧多粥少，资源不够分。那这个御兽宗还有裂缝世界又是什么情况？各位观众，平时想要刷高质量同款视频，根本不用到处翻，直接去抖音精选 APP 就行，里面全是优质的 AI 动画内容。想看同款动画内容，来抖音精选 APP 就够了。裂缝世界其实是御兽宗的试炼之地，我下面这只手代表着我们蓝星所在的世界，上面这只手就代表着灵界。想要去灵界，需要撕裂虚空，通过空间裂缝穿越过去。空间裂缝中有虚空乱流，如果肉身不够强大，是无法承受的。所以，想要去灵界，必须要有武道金丹以上的境界。而裂缝世界其实是一个次元空间，是以前的大能开辟出来的，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御兽宗的这个次元空间和我们这个世界撞在一起了，导致蓝星和这个次元空间连通在一起了。所以现在御兽宗的人能通过裂缝世界进入我们蓝星，蓝星也能通过裂缝世界进入灵界。我听说过，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吧？所以那一次他们10位宗师境强者是在裂缝世界遇到了御兽宗的人。没错，当年带队的正是现在的3大绝世高手之一杜渊，而我当年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不仅是我们除魔卫的6位创始人都参与了当年的行动。能和我说说当年那件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我们实力不济。当年我们10个宗师境强者，连对面4个御兽宗的弟子都打不过。后来逃回蓝星，马上启动了大型武器，那4个御兽宗弟子扛不住核武器死了。御兽宗派了一位长老过来，硬扛了3枚大型核弹的攻击，才重伤而逃。结果御兽宗宗主、副宗主、太上长老全部到场，他们应该也是感受到了大型武器的威力，所以没敢直接开战。最后双方签下了和平条约，200年内互不侵犯。既然御兽宗忌惮蓝星的大型武器，
那签订这个条约有什么用？200年之后，他们难道就不惧惮蓝星的核武器了？按照你说的，御兽宗弟子的实力都是宗师之上，蓝星武者哪来的胜算？不，你错了。条约规定，200年后御兽宗不能出动长老级别的人，蓝星也不能出动核武器，相当于200年之后，就是我们这边武者和御兽宗弟子之间的战争。看过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手机看更爽。旧手机回收应该去，这次不是转转，是 Tap Tap。新手机当然该玩游戏啦。Tap Tap 游戏品类超全，小到消消乐，大到开放世界，甚至独立游戏、二次元，通通都能找到。搜一下，直接下。总之，我推荐找游戏就用 Tap Tap。你以为我们想签？我们是不得不签。御兽宗的宗主和太上长老完全不惧怕我们的核武器，只是核武器产生的辐射会让御兽宗弟子根基受损。最主要的一点是，我听那个御兽宗宗主说，不能制造过多的杀孽，要不然天劫降临时会身死道消。所以御兽宗宗主也不敢擅自闯入蓝星大肆屠戮。现在你懂这个和平条约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所以你们在赌御兽宗宗主即便是200年后也不敢来蓝星制造杀戮，这样你们完全可以反悔，重新谈判。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。没错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，让蓝星武道能够发展起来，这也是除魔卫和武道学院成立的初衷。不过我猜御兽宗宗主那边也知道我们是什么想法，他们估计也在想应对之策。现在就要看御兽宗那边能不能想出办法规避我们的大型武器。如果他们想出了办法，那么和平条约就会提前失效；如果他们想不出办法，那么和平条约还可以再签200年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答案。哦，你问问看，说不定我能知道呢。我们除魔卫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龙国的武道史，其中有很多普通人不到的资料，我都看过，应该比一般人知道的多一些。你知道这龙脉之地的来历吗？就这，你们叶家的人没和你说，这龙脉之地其实就是一滴神龙之血滴落在了蓝星，其实准确来说就是滴落在了龙国。这一点你们4大家族的人应该了解的比我清楚吧？毕竟这龙脉之地是你们配合古代帝王打造出来的，也一直都是你们4大家族的人在守护。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要问的是，你们口中的那条神龙是从哪里来的？它又去了哪里？它的一滴血就能汇聚出这么多的龙脉之力，那么那条神龙有多强？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，武道起源于什么地方？上古神话中那些神仙也是武道修炼者吗？你问的这些问题很多都不在史书记载中。关于那条神龙倒是有一些传说，传说3000多年前还没有封闭2界通道的时候，经常会有神龙出现在蓝星，要不然龙国的图腾也不会是龙。我猜测那条神龙应该是从灵界来的吧。至于它有多强，在史书中没有记载。而和你说的上古神话中那些神仙，有一部分确实存在，还有一部分可能不存在。但是他们修炼的不是武道，而是修仙。御兽宗的御兽其实就是修仙体系中的一种。这个世界不只有武道，还有其他的道。就比如你修炼的混元诀，其创始人名为混元仙人，他就是修仙者。所以武道界这么多年来一直认为混元诀是一部修仙功法，和武道没有什么关系。不过现在你把混元诀修炼成功了，这个认知应该要被改变了。你有空的话，可以去一趟混元山的混元关，那里是混元仙人的修炼之所。你修炼的混元诀就刻在混元关外的石碑上，但是混元关外面有2块石碑，还有1块石碑刻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。我们研究过那些文字，不是蓝星文字，所以没有人把那个石碑上的文字套印下来。你学会了混元诀，说不定你能看懂另一个石碑上的东西，也许会有另外的收获。好，有空我去看看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
你和除魔卫那边联系一下，看能不能给4大家族的人安排一些住所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应该没什么人敢打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。这么多人挤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能转移出去尽量转移出去。你就和除魔卫的人说，利用我做了宣传，也该给我点回馈。好，我这就去联系。5道金丹境的肉身，傅英龙，就看是你吸得快，还是我吸得快了。我不会真的变成一条龙吧？我真的变成一条龙了！万法宗还差20万熟练度，差不多10本宗师境功法。境界方面倒不用急，40天后就能到5道金丹，但金丹之后的功法暂时还是断的。恭喜宿主凝聚神龙血脉，获得状态化龙。神龙血脉1，自身肉身强力与力量增加1倍。化龙，主动化成龙形，肉身强度与力量增加1倍。化龙，散。傅英龙，你还不出来吗？好，那我就把这一池子的龙脉之力全部吸光，我看你怎么躲。要晋升5道金丹了，金丹真气凝气成冰，真气强度提升了至少数倍，而且可以随意塑形。先天真气和真液只能以原始状态离体，但金丹真气可以被揉捏成任何形状。金丹真气不仅能离体，还能幻化成雾气使用，以后就算没有兵器，也能施展3重透镜了。傅迎龙，你还不出来吗？现在就算你化龙成功了，你觉得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失算了，2轮回马枪都炸不出来，看样子是真跑了。暗道毒死，留待有缘人吧。帮主，傅应龙解决掉了。没找到他，我估计是跑了。经脉恢复了，3个月之前就恢复了，现在已经重新修炼到断体巅峰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晋升后天境了。我让你查李成化的资料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查到了一些，但是不多。武道界的大部分功法都被他们搜刮干净了，所以万法宗这些年出来活动的次数很少。